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咸蛋黄小酥饼，纯鸭蛋制作原汁原味，吃起来特别香。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喜欢吃蛋黄口味的糕点，但是这种纯咸口的又非常少，所以今天就教给大家怎样自己来做。做中式糕点都会用到油酥和油面，先来和油面，是200克的中筋面粉，家里做包子、馒头最常用的面粉，在案板上打个窝，然后加入110克的水，简单的搅拌一下之后，再加入60克的猪油，揉成一个面团就行了。由于加入了猪油，面团成型以后得稍微多揉一会儿，把面团揉得更均匀一些。面团揉好之后就放在碗中盖起来，防止风干，同时让面团松弛一会儿，方便下一步的操作。那趁着这个时间再来和一块油酥，是200克的中筋面粉，加入100克的猪油。现在天气比较热，固体的油脂会变得比较稀，天气冷的时候感觉揉出来的油酥比较干，可以适当的再加一点猪油。那同样面团成型以后再使劲的搓一会儿，做中式糕点这叫搓酥，就是为了让油酥更均匀。把油酥搓上几分钟，看着颜色稍微变白了一些，到这里就可以了，然后同样放在碗中备用。那接下来来做蛋黄馅为了增加蛋黄馅的口感，可以先做一点糍粑加在里面，当然也可以不加，糍粑属于调节口味的作用，是120克的牛奶里加入10克的糖，糖的分量是可加可不加的，后面给大家说一下原因。简单的搅拌下之后，再加入100克的糯米粉，搅拌均匀就可以把材料放在蒸锅里去蒸了，是水开计时蒸25分钟左右取出来。那趁着蒸的时间再来处理蛋黄。自己做着吃肯定是得多放点蛋黄了，这些大概有300克左右，如果感觉太多了，可以适当的减少点。蛋黄上喷上少许的高度白酒，去一下腥味。烤箱提前预热到上下180度，把蛋黄放在烤箱的中层，烤到微微有一点冒油。蛋黄烤好之后取出来放凉，放凉的时间糍粑差不多也就蒸好了。取出蒸好的糍粑之后，趁热加入10克的黄油，最后把糍粑翻拌均匀就行了。那为什么我们要准备一点糍粑？一个是包在里面能增加口感，最重要的是用它来调节蛋黄的咸度，因为用的蛋黄是腌制好后的咸鸭蛋黄，咱们都应该吃过咸鸭蛋，有的咸鸭蛋腌制的特别咸，有的就相对淡一些。做之前尝一下，如果用的鸭蛋黄比较咸，就做点糍粑包在里面调节一下。糍粑里的糖也是一个道理，如果蛋黄不咸就不用加了。处理好糍粑之后，同样是盖起来防止风干，接着就把放凉的蛋黄打碎。可能很多朋友爱吃咸鸭蛋黄，比如蛋黄酥就是，但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，其实就是腌制好的鸭蛋在没有蒸熟之前把蛋黄取出来，蒸熟了就是咱们吃的那种咸鸭蛋了。没蒸熟之前里面的蛋白是液体，但是蛋黄已经变成这样的固体了，所以我们要取出来之后喷上白酒去腥，然后放在烤箱里烤熟。那蛋黄打碎之后，再加入200克的奶酪，翻拌均匀就是蛋黄馅了。很简单，吃的就是蛋黄的这种沙沙的口感。奶酪之前有一期视频分享过怎样自己在家里做，或者是直接买现成的。买的时候要买这种白色的，包装上印有这个英文单词，我发音不准大家可以记一下。所有的材料全部处理好了之后，这些材料一共可以做30个，今天就用大包酥的做法来做了。大包酥的做法做出来的糕点外观比较整齐，但是操作起来稍微难一点，为了降低难度，就把所有的材料全部分成5份，这样操作会简单一些。那分好之后就来制作了制作就是把油酥先包在油面里，但是要注意包的时候面皮尽量包的均匀一些，防止在开酥的时候把面皮擀破，同时可以多撒点面粉防粘。那包好了之后就来开酥，就是把这个面团擀成面饼之后叠一个3折，再重复一遍就完成了，但是力道不能使太大，防止擀的时候破皮。
那趁着做的时间啊，我先把温度说一下吧。以80升的烤箱为例，把上火预热到160度，下火预热到160度，放在烤箱的中层烤20分钟左右。较小的烤箱实际温度受热会更高，建议烤箱每小时升温度降低5度。白皮的糕点啊，不太好从外观上分辨烤没烤好。没有经验的朋友啊，可以先烤上6个，就是1个面团的量。烤好之后尝一下，感觉不错，可以按照这个温度再烤剩下的。如果感觉这个表皮有点发黏，就适当的再增加点时间，或者是增加点温度。开好酥之后，就把面皮卷起来，分成6个面剂子，然后把每个面剂子擀成有掌心这么大，先包上一点糍粑，再包上一点蛋黄馅，包好之后按成小饼状就做好了。那按小饼的时候，可以准备一个这样的铁环套在外面，小饼按出来会更好看，也能使上力道。没有的话，就找一个塑料瓶子自己做一个就好。准备的材料可以做30个，咱先做上15个烤出来。烤之前可以用食用色素盖上一个红戳，这样更有中式糕点的味道。没有的话就不用盖了，自己吃也无所谓。为了防止烤的时候里面的糍粑一加热都流出来，再扎上几个出气孔就可以送入烤箱了。烤箱记得提前把温度预热好。那到这里，一款咸口的吃起来很香的咸蛋黄小酥饼就做好了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